林彦周，你个没良心的白眼狼！你爸都快被你气死了，你还有脸站在这儿？老林一辈子救死扶伤，怎么养出你这么个废物？谁知道你那个行医资格证是怎么考下来的？要不是你昨天回去撒泼要钱，你爸能躺进急救室，你就是个索命的丧门星。杜老，您是大夏医术第一人，我们思来想去，只有您出手才能留住这条命。心率上来了，杜老，您太厉害了，患者有救了。杜老先生，上一秒我还是杜恒，正在现场抢救，这一秒我就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败家子林彦周，先要面对的就是被原主气到濒死的父亲，真是世事无常啊。病人的情况已经控制不住了，你们家属做好心理准备吧。医生，求求你，救救我弟弟！他是我们公社最好的大夫，一辈子救了那么多人，他不能就这么走了。医生，我们给你磕头了，只要能救回老林大夫，我们什么都愿意做。求你们想想办法，一定要把人救回来啊！他才58岁，还没享过一天福。大家都冷静一点，别激动。林耀清同志的情况我们非常清楚，他是咱们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中医。我们院里的心内科主任，全市最好的心脑血管专家，现在全都在里边会诊抢救。我们一定会拼尽全力，绝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前世我经手过无数心梗急救，比这更凶险的情况都救回过。可现在，以1979年的医疗条件，什么都没有，仅靠保守治疗，父亲的生还概率微乎其微，只有……林彦周，里面躺着的是生你养你的亲爸，躺在里面生死不明的人，怎么不是你？今天我爸要是有半点三长两短，我要你一命抵一命！就是你这个丧门星！老林大夫要是没了，我们第一个饶不了你！一辈子救死扶伤的好人，怎么养出你这么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原主造的孽，终究要落到我头上。这条命是林家的，我必须救回来。老林怎么样了？快，赶紧去看看林大夫！老天爷，老林大夫一辈子行善积德，咱们公社谁家没受过他的恩惠啊？他可不能有事！都怪林彦周那个不成器的混账东西，天天游手好闲败家。要不是他，老林大夫能躺进这里？林彦周，你爸救了红旗公社半辈子的人，你倒好，天天追着他要钱败家，把他活活气到鬼门关。我拼了这条老命，也要打断你的狗腿！就是个白眼狼，老林大夫怎养出你这么个丧门星？要不是你昨天回家撒疯要钱，老林能躺在这里，你还有脸站在这儿？都闭嘴！王叔，我知道我以前混账，欠我爸的，欠红旗公社的，我都认。现在我能救我爸，你也配说救你爸？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又想耍什么鬼马笑？你在胡言乱语什么？林彦周，怕爸走了没人供你挥霍，就开始说胡话了。咱们林家世代行医，到你这辈，你连要命都认不全，还敢提救爸，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周啊，别胡说，别惹事了，妈求你了，安安静静待着行不行？我没胡说，里面用的常规抢救手段，稳不住我爸的心源性雕刻，再耗下去，只有死路一条。能救他，只有我。对不起，我们真的已经尽了全力了。患者血压、心率一直在往下掉，所有能用的抢救措施、能用的药，我们全用上了，实在是稳不住了。医生，我求求你，求求你们再想想办法！林耀清是我们红旗公社的活菩萨呀！之前闹瘟疫，是他背着药箱走村撤户，救了全村人的命。这些年，谁家有个头疼脑热、疾病险症，他从来没有半点迟疑。再救救他，只要能把他救回来，我们全村人给你们医院当牛做马都愿意。我年轻时还曾跟着他学过几滴土方，也算是我的老师了。唉，实在不忍心就这么放弃啊。
院长，我是新内科老王，急救室里的林耀清大夫就是红旗公社那个老中医，情况危急，但我实在不想放弃。他一辈子救了太多人，求您请首都下来的指导专家组来，我们再拼最后一次。林耀清同志的事迹我知道，我立刻联系首都指导专家组，派车加急送过去，10分钟内必到。你们务必稳住，全力抢救。明白，谢谢院长，我们一定等专家过来。广泛前臂心梗和交背心源性休克，1979年没有心脏支架，只能靠保守用药和胸外按压勉强维持，根本破不了这个死局。老村长，大家快起来，都快起来啊！王主任，求你们再救救老林，我们给你磕头了，大家快起来，有希望了，有希望了！我知道林老大夫是咱们公社的大恩人，我也不忍心放弃。刚才我已经给院长打了电话，立刻联系了从首都下来的指导专家组，已经派专车加急分往，人就到了。大家先耐心等一等，专家一到，我们立刻连车会诊，尽全力抢救。就算专家赶来，也只是延缓时间，拖得越久，心肌坏死面积越大，最后还是回天乏术。谢谢你，我们等，我们一定等。白教授，您是大专家，求求您救救老林大夫，他一辈子救了咱们10里8乡无数人，是活菩萨呀！您一定要把他救回来。老村长，您放心，林耀清大夫的事迹我早有耳闻，他扎根基层，悬壶济世，是我们所有从医者的榜样。这次我带着专家组过来，就是要拼尽全力，绝不放弃一丝希望。林彦洲，你想干什么？让我进去，我有办法救我爸。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白教授都是全国顶尖的专家了，还用得着你？这是怎么回事？王主任，这小子就是林彦洲，把他爹欺进医院的混账东西。他刚才还大言不惭说自己能救老林，简直是胡说八道。他就是个不学无术的废物，连医书都没碰过，纯粹是来捣乱。小伙子，里面正在进行生死抢救，容不得半点干扰。你父亲的情况我们比谁都清楚，专家组已经全力施救，你不要在这里胡闹，更不能妨碍医疗抢救。群人根本不懂，我爸就多一分危险。西医的保守抢救，拖1分钟根本撑不过去。急性大面积心肌梗死，已发心源性休克，脉微欲绝，随时会心跳骤动。白教授，我们已经用了肾上腺素、利多卡辛，持续胸外按压，能做的都做了，可血压、心率一直往下掉。继续胸外心脏按压，频率稳住，不能停。加大吸氧流量，用面罩加压给氧，静脉推注去甲肾上腺素升压，全力稳住循环，备好强心针，随时准备追加。按压别停，药物持续泵入，一定要把心率、血压拉回来。白教授，血压还是上不去，心率掉到40次以下了。再加一剂强心针，继续按压，绝不能放弃。所有能用的药、能做的抢救全用上了，我们已经尽人事了。白教授，老林他……各位家属乡亲们，对不起，林耀清同志是急性大面积心梗，引发了重度心源性休克。强心、增压、持续胸外按压，能做的我们全都做了，实在是无力回天了。现在再继续抢救，也只是强行维持，只会让林老大夫徒增痛苦，没有任何意义了。静贤啊，别哭了，咱们带你爸回家，让他安安稳稳的走，别在这儿受折腾了。妈，我知道了。白教授、王主任，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拼尽全力。老人一辈子爱干净，做人做事都体体面面的，救了一辈子人，临了咱不能让他遭罪。林彦洲，你到底要干什么？你爹都要走了，你就不能让他安安稳稳、体体面面的离开吗？你还要拦着？
你是要把你爹最后一点安宁都毁了吗？王叔，我爸还没死，他能救。我看你是疯了！你爹都这样了，你还在这儿装模作样博同情，你到底安的什么心？林彦州，你爹一辈子行善积德，你就别再折腾他了，让他安安静静走，算我求你了。造孽呀！老林大夫怎么养出这么个不懂事的东西？死到临头还要添乱。彦州，你放开！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我爸已经够苦了，你别再让他受罪了。我没有闹，也没有装样子。我爸是急性心梗引发的心源性休克，西医现在已经用尽所有办法，确实救不回来，但不代表没人能救。我再说最后一遍，我能救我爸，现在每耽误1分钟，我爸的心肌坏死就多1分，再拖下去，就算是我也回天乏术。王叔，我知道我以前混账，但现在我求你们信我一次，让我救他。林彦州，你疯了！快松手！白教授都判了死刑，你还要在这儿胡作非为？让你爹安安稳稳走，是我们最后能做的事。造孽呀！你个不孝子，老林都这样了，你还要折腾他？你是想让他走都闭不上眼吗？快放开，别再丢人现眼了！你懂什么艺术？别在这里瞎胡闹！我以前混账，游手好闲，惹我爸生气我认，但今天我不可能看着我爸去死。西医的抢救手段已经用尽，确实回天乏术，但不代表中医不行。我爸是中医世家出身，到了最后关头，反而要用中医的法子救他。现在松手，就是亲手把我爸推向鬼门关，这才是真正的不孝。我见过无数医者家属，却从没有一个被骂作废物的年轻人能在这种时候如此沉稳笃定。小伙子，你说你能救，那我问你，林老大夫这种急性心梗引发的濒死休克，在中医里属何症？属真心痛、亡阳厥突症、心阳暴脱、阴阳离绝。既为亡阳厥脱，你首选哪几穴急救？用何种手法？人中、内关、山中为核心，回阳醒神，提振心脉。辅以五泉、太溪、昆仑，固肾纳气，维系生机。手法用厄马摇铃配合提插补塑，强刺激通经活络，快速稳住呼吸与循环。这种西医都无法逆转的重度休克，仅凭几根银针如何挽逆？针灸不通血管，不用药物，却能通经络、镇心阳、固唾逆，在最短时间内让衰竭的心肺机能重新运转。这是西医的设备和药物做不到的急救效果。我研究过中西医结合急救，他的回答句句切中核心，专业度远超普通医者，甚至比不少基层中医都要精准，真是不可思议。你说用厄马摇铃手法强刺激，可患者此刻已是亡阳厥脱，脉微欲绝，强刺激会不会导致阳气暴脱，直接摧断最后一口气？这是中医急救的大忌，你如何规避？厄马摇铃分补泻，我用的是缓摇清补法，以引阳归元为主，而非强泻通阴盛，只需把散掉的心阳提回来，不会爆破。患者目前肺循环血，呼吸微弱，你针刺提正心脉，如何保证不会加重肺部淤血，引发窒息？我会加刺肺俞、尺泽两穴，宣肺降逆，疏通肺气，心脉提振的同时疏解肺郁，心肺同调，不会出现淤血加重的情况。针少力专，快速起效，不会耽误半分。林老大夫已经失去自主呼吸，心跳微弱到几乎摸不到，针灸起效需要时间，你凭什么保证他能撑到你针下见效？就凭我这双手和我学了20年的针灸急救，现在每一秒都在浪费生机。白教授，你是医者，你应该懂，只要有1分之1的希望，就不能放弃。我深耕心内科几十年，也钻研过中西医结合，他的每一句回答都精准无错，既有中医辩证的精髓，又懂西医病理的关键，完全不是信口开河。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就算你的针灸能暂时恢复自主呼吸和脉搏，患者心脉本就极度虚弱，一旦起针，阳气再次溃散怎么办？你有后续手段稳住阻塞吗？针灸仅做急救固唾之用，参附汤急救散是中医回阳救逆的专方，针药并用，针灸稳住气息，汤药接续心阳。我能通过脉象、呼吸和面色实时判断病情，随时调整针法，绝不会让我父亲2次休克。王主任，准备将患者推回急救室，清退无关人员，给这位年轻人腾出抢救空间。你的辩证针法、后手全都无懈可击，虽是野路子，但句句踩在急救要害上，死马当活马医，我同意你一试。白教授，你们这是？您放心，刚刚你也听见了，林大夫目前情况的关键点，他都说对了，处理解决方法也可以，所以我才敢让他试试。咱们有希望也得再试试。
周啊，妈问你一句，你实话实说，妈，您问吧。你真的会救你爸吗？你不是骗妈的，对不对？你以前连医书都不肯翻，连药渣也懒得碰，现在你说你能救他，妈怕你是糊涂了，怕你拿你爸的命开玩笑，怕最后连一点念想都没了啊！妈，我没糊涂，更不敢拿我爸的命开玩笑。我以前混账，不学无术，让您和我爸寒了心，这是我欠家里的。但现在我以性命起誓，我真的能救我爸，我一定把他好好救回来，让他好好陪着您。您信我一次，就这一次，好不好？好，妈信你。周啊，救你爸啊，一定要把他救回来。你站住，林彦州，你不许进去！庆贤，你刚才说的辩证、穴位、针法、方药，我都懂。我学了12年中医，跟着爸抄方、认药、扎针，整整12年，这些理论我倒背如流。你呢，林彦州？你20多年来一直闲散度日，从来没认真翻过一页专业书本，没上手过一次实操，没认全一味相关药材。你是大家都知道的从前不学无术的人，你让我怎么相信？怎么相信那些专业的辩证、失传的手法是你真的能做到的，而不是随口胡诌的假话、空话？我不能让你拿爸的命去赌。庆贤，我知道你不信，你跟着爸学了12年医，功底扎实，而我从前混账到连医书都不碰，换作是我也不信。但我能说出王阳绝脱的辩证，扼马摇铃的手法，心肺同调的配穴，更知道爸常用的身腹散配比，这些不是瞎编，是刻在骨子里的本事。我没时间跟你解释缘由，但我用我的命担保，我一定能救他。白教授，我请求让我妹妹一起进急救室，她是从小跟着我爸学医，学了12年，让她在旁见证，既是给家人安心，也能让她看清到底是不是在胡闹。不行，急救室空间狭隘，无关人员不能进入，这是抢救的底线，我不能破例。他看起来真的是认真的。罢了，连妈都同意他进去了，也许他真的能把爸救回来吧。这是爸一辈子用的针，他靠它救了很多人的命，你用它把爸带回来吧。去吧。回阳救逆需真药并用，我口述急救药方，麻烦记录，立刻安排人加急煎药，药程急送，一刻都不能耽误。人参1两，炙附子5钱，干姜3钱，炙甘草2钱，山芷肉1两，龙骨5钱先煮，牡蛎5钱先煮，急火快煎，只取头汁浓雾100毫升，全程盯手，不得有半分差错。刘医生，你亲自去急诊煎药炉盯着，加急煎制，药程第一时间，路上不许有半分耽搁。是，我立刻去。患者双侧瞳孔散大，对光反射迟缓，心音微弱，肺底湿骤音，无自主呼吸，重度心源性消渴，中医辨证为真心病，王阳厥脱症，必须立刻施针，先稳住散掉的阳气，保持面罩加压给氧，氧流量调到最大，全程紧盯心率、血压数值，有任何变动立刻汇报。是。第1针人中，行弩开窍，回阳醒神。第2针双内关，通脉镇阳，稳住心神。仅凭2针，居然就挑动了生死的天平，这……第3针闪中，宽胸通阳，固脱救逆。扼马摇铃，真的是扼马摇铃，古法补迟，我只见过1次。这手法竟然在他手上，更难得的是他的配穴，人中醒神，内关通脉，山中镇阳，3穴层层递进，环环相扣，都踩在急救的要害上。这辨证功底，这施针精度，就算是从业几10年的老中医都未必能做到。我知道这小子20多年，只知道他是个游手好闲的混账，怎么会有这么逆天的本事？这3针下去，硬是把一只脚踏进鬼门关的人，直接拽回来了半只脚。天哪！真的回升了，白教授都束手无策的休克，他3针下去，心率、血压全上来了，还有了自主呼吸，这也太神了！我干10几年，从来没见过这么厉害的针灸急救，这哪里是不学无术的小子，这分明是国手级别的水平。第4针涌泉，开窍醒神，引火复原。第5针太溪，滋肾阴，固寿阳，守住先天之本。第5针太溪，滋肾阴，固肾阳，守住先天之本。第6针
昆仑，舒筋线络，生阳举硕，续助一身气机。第7针，肺郁，宣肺降逆，疏解肺郁，心肺同调。不好，患者收缩压骤见到40高明以下，心率掉到35次每次，自主呼吸再次变浅，血氧饱和度也在持续下降。怎么回事？刚才明明都稳住了，怎么一针下去反而急转直下？林彦州，你是不是穴位扎错了，还是手法出了问题？再这样下去，你爸马上就要心跳骤停了。别急，气机正在调整，宣肺必先开郁，这是回阳固脱的必经过程，不是失误。最后一针还没下呢，慌什么？必经过程，人都快没了，你这是拿你爸的命赌，我不能让你这么胡来。住口！别说话，别干扰他，他的配乐没有半分错处，肺郁开郁，环环相扣，步步为营，这是亡阳决脱症回阳就医的必经之路，先升后敛。最后一针定乾坤，你不懂就别乱插手。这是我8针急救配穴里的最后一针，也是风生机，彻底稳住气机的关键一针。第8针，齿诀，速降肺气，通调水道，风固生机，气机归位，阳气归元。3、2、1。稳了，真的稳了，心率、血压、呼吸全稳了。天哪，8针就8针，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林小友，你这一手针灸急救堪称国手水准，动作稳定，辩证精准，配穴绝妙，手法更是登峰造极。今天我白崇利心服口服，太神了，真的起死回生了！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厉害的针灸，8针救回濒死的心梗休克患者，这要是传出去，整个中医界都得震动。气机已经稳住，立刻准备鼻回管，把煎好的参附汤药送进来，鼻回解药，续助心阳，防止病情反复。危前期过了，后续护理按新港常规方案来，配合中药调理，不会有大碍。我爸救过来了，脱离生命危险了。你说什么？彦州，你再说一遍，你爸他真的救过来了？你没骗我们吧？白教授都束手无策的病，真的救回来了。各位乡亲，各位家属，我以我的从医生涯担保，林耀清同志真的救过来了，生命体征已经完全平稳，彻底脱离了生命危险。是林彦州小友用一手绝妙的针灸，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太好了，老林活了，太好了！周啊，我的周啊，谢谢你，谢谢你救了你爸妈，谢谢你。妈，没事了，都没事了，爸救回来了，我们一家人都好好的。老林啊，知道你爱干净，我去水房打盆温水，回来给你擦擦脸，擦擦手，你乖乖等着。金贤一早就去街口买你爱吃的豆浆油条了，等我给你擦完脸，咱们就吃饭啊！你乖乖等着。廷芳啊，还要漱口。老林，你吃饭前得漱口，干净。天天跟你说，你又忘了。你个老东西，你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要丢下我走了，你终于醒了。放心，我命硬着呢。我不是答应过要陪你一辈子？爸今天气色好多了，估计能喝点粥了。妈，怎么了？爸，你醒了，你终于醒了。林同志，辛苦你跑一趟，去叫一下王主任和白教授，还有心内科的值班医生。我爸醒了。林老大夫醒了，3床的林老大夫醒了。好了好了，别哭了，你爸醒了是天大的喜事儿，该高兴才对。静贤啊，跟妈去水房打点温水，顺便把早点收拾收拾，
等擦完脸、漱罐口，咱们一家人安安稳稳吃口热饭，让你哥在这儿陪着你爸。我刚在办公室就听作护士喊您醒了，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啊！我们赶紧过来看看您。太好了，心率、血压、脉搏全稳了，脉象也平和有力，一点都看不出前几天刚从鬼门关走了一套的样子。林老大夫，您这身体底子是真扎实，这是老天爷不收您呐！您说笑了，得谢谢各位才是。林老大夫，您这辈子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是积了大德更难得的，是您养了个好儿子。您这一身惊世骇俗的医术，可算是真正后继有人了。不瞒您说，前几天您休克濒死，我们所有的办法都用尽了，已经束手无策。是燕州小友仅凭8根银针，用失传已久的恶马摇铃古法手法，硬生生把您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就算是国内顶尖的国手，也未必能做到。我白崇良行医一辈子，很少服人，这次是真的对燕州小友心服口服。是啊，林老大夫，我们当时都以为没希望了，要不是林彦州力排众议出手，您这次真的是多亏了他。虎父无犬子，您这儿子本事真是通天了。我教了一辈子医，带了一辈子徒弟，到头来竟没看出来我自己的儿子藏着这么一身登峰造极的本事。爸，您说笑了。林老大夫，您好好休养，药按时吃，有什么情况随时叫我们，我们就先不打扰了。正好白教授他们走了，估计也没人再来。静仙，跟妈去水房打水，顺便把早点拿到护士站的温一温。你爸刚醒，不能吃凉的。哎，好，妈，我跟你一起去。我们娘俩一会儿回来，你们父子俩在这儿好好说说话。药来了，救我的那套针法恶马摇铃，是古法补战的绝学。我年轻的时候跟着江南的国手老仙爷抄方见过一次。老先生说这套手法早就断了传承，全国能扎出正儿八经效果的超不过3个人。我教了你20多年，你连最基础的捻转补碎都不肯学，怎么突然就把这套失传的手法练得炉火纯青了？您书房樟木箱最底层那本民国6年版的古法针灸秘药，您当年翻烂了封皮，还在页边写了批注，说这套手法救你有奇效，悉传承断代。您藏了一辈子的医书，跟在林家，我是您儿子，自然学的是林家的本事。那本古法针灸秘药是我压箱底的宝贝，从来没给人看过，就连静音都只见过书皮，他怎么会知道批注的内容？那天的参腹汤你改了配补，常规救逆山医道最多用到5钱，你直接用到了1两，龙骨卯力也加了倍，还弃了常用的麦冬，换了炙甘草固中。是教了一辈子的伤寒论，知道回阳救急的方子，可这么猛的剂量，没有几十年在急诊摸爬滚打的经验，根本不敢开。你以前连药秤都拿不稳，怎么就敢开这个方子，还把剂量掐得这么准？您常说救脱如救火，容不得半分犹豫，药量不到等于白喝。山医够用到1两，不是猛，是刚好能列住散掉的勇气。龙骨玛丽备用是为了锁住服养，弃麦冬换炙甘草，是怕麦冬滋腻碍胃，您刚醒的脾胃受不住。是吗？这些道理您念叨了一辈子，刻在林家的家训，我是您儿子，自然刻在心里。开方子的底气是您给的，是林家的医术给的。这些医理，这些对急症的把控，就算是把他所有的医书都背下来，没有几十年的沉淀，没有见过生死线上的无数病患，根本练不出这份对生死契机的绝对把控。这个人长着我儿子的脸，说着我说过的医理。我还记得你7岁那年，我逼着你认药，黄连、黄北，你尝了一口苦，扔了药筐就跑，说这辈子都不学这老傻子中医。12岁，我让你跟着我抄方，你把药方画成小人儿，气得我拿戒尺打了你1次。你半个月没跟我说话。20多年了，你连医书的封皮都懒得碰，怎么一夜之间就把我这辈子攒的东西，甚至我都没摸透的绝学，全都悟透了？你到底……爸，以前那个让林家蒙羞的混账林建州已经死了，我是您的儿子，是林家医术的传人，往后我会守着您，守着医馆，守着您一辈子悬壶下士的念想。都别站着了，洗手的洗手，洗脸的洗脸啊！咱们收拾收拾，好吃饭了。静贤特意给你买了软烂的豆腐脑，还有你爱吃的豆浆油条，都温着呢。哥，
过来坐吧。守了好几天，你也没好好吃口热饭，今天特意给你多买了一根油条。老林，刚才护士来通知，说今早还有个常规复查，让咱们吃完早饭就去检查室。我扶着你过去，慢点走，就当活动活动了。正好躺得浑身都僵了，出去走走也好。你们俩在病房里歇着吧，不用跟着了。检查室不远，我陪着你爸就行，一会儿就回来。病房里怪闷的，楼下有医院给患者留的活动园子，咱们去楼下转转吧。好，走。怎么了？这么看着我，我脸上有东西？我突然想起小时候，我6岁那年，公社里有几个半大的小子欺负我，抢我手里的糖，还把我推到泥坑里。是哥哥冲过来跟他们打架，比他们矮半个头，却硬是把他们都打跑了，自己膝盖摔得血肉模糊，回来还被爸拿戒尺打了一顿，愣是没说一句是为了我。还有我8岁那年，哥哥爬公社门口的老槐树给我摘槐花，踩空了摔下来，胳膊都肿了，还把揣在怀里的槐花掏给我，说一点都不疼，让我赶紧拿回家，让妈给我蒸槐花饭。我记得。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哥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人，谁都欺负不了我，因为我有最好的哥哥。可12岁以后，哥哥就变了，哥哥再也不护着我了，也不逗我开心了。哥哥开始逃学，跟街上的混混混在一起，抽烟喝酒，游手好闲。我被人欺负了，哥哥看见了也当没看见。我夜里怕黑，哭着找哥哥，哥哥却把我锁在门外。你不是他，对不对？眼前这个才19岁的女孩，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她满心依赖的哥哥，在12岁那年就渐渐走远，如今内里却换了一个老灵魂。我该怎么说？说我是来自几十年后的人，说真正的林彦舟已经不在了，说自己占了他哥哥的身体。槐花白，槐花香，哥哥带我上树岗。静贤，从现在起，我依然是你哥哥，永远都是。哭吧，哭出来就好了。以后我护着你，我就是你哥哥，这辈子都是。槐花白，槐花香，哥哥带我上树岗，摘槐花做干粮，妹妹吃了不心慌。彦舟，你等一下。爸，怎么了？王主任早上过来查房说，白教授这几天一直在医院做学术交流，你去人家办公室一趟，跟人家打声招呼，道声谢。前几天要不是白教授力排众议，给你机会出手，我这条命也救不回来。礼数不能缺，白教授是国内顶尖的前辈，你跟人家多请教请教，对你只有好处。我知道了，爸，我这就去。进来。对，我现在就在办公室，你们直接过来就行，我在这儿等着你们。彦舟小友，什么风把你吹过来了？快坐，快坐。我正想着这几天忙完就去病房看看林老大夫，没想到你先过来了。白教授，今天我爸出院，我特意过来跟您打声招呼，也当面跟您道声谢。前几天的事，要不是您信得过我，给我机会出手，我父亲也救不回来。这份情我记在心里。你这就太见外了。我是医生，救死扶伤是本分，更何况真正救了林老大夫的是你自己那身逆天的本事，我不过是做了我该做的而已。彦舟啊，我这次来红旗市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了你这么个好苗子，你的能力就算是在首都也是顶尖的水平，窝在这个小小的红旗公社太屈才了。您过誉了，我这次回首都想带你一起走。首都有全国最好的医疗平台，有最顶尖的中西医专家，有无数的疑难病例等着去攻克，你的医术只有在那里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你考虑考虑。白教授，谢谢您的抬爱，这份心意我心领了，只是首都我不能去。彦舟啊，我从前做了很多错事，如今幡然醒悟，只想守在父母身边，把林家的医馆照料好，把他这辈子的医术和医德传承下去。比起首都，这里才是我该待的地方。好啊，年纪轻轻有这么一身通天的本事，却不贪慕虚名，不忘本，难得，太难得。
既然你已经做了决定，我也就不再多劝了。不过首都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以后不管是学术上有交流，还是遇上了解决不了的疑难急症，随时给我写信、发电报，我白崇良随叫随到。谢谢您，以后肯定少不了要跟您请教。可算回家了，还是家里踏实。在医院这些天，浑身都不自在。是啊，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土窝。爸妈哥，快进来，我先去把窗户都打开通通风。我这儿没事儿，你一路也累了，回你自己屋歇歇吧，收拾收拾你的东西。哎，好，爸，您坐着歇着，有事喊我。这就是我住了20多年的房间，那被子是新缝的吧？这个家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我，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都藏着10几年的没说出口的爱与期待。往后我替他帮守着这个家，守着这份情，绝不会再让他们受半分委屈。平芳，这次辛苦你了。跟我还说这个干啥？你好好的，顺利康健的，我就没白辛苦。只要你能好好陪着我，比啥都强。等你身体再好点儿，我给你炖鸡汤补补。这几天在医院，我也想了很多。这些年，我一门心思扑在医馆里，家里的事里里外外全靠你一个人撑着，亏欠你太多了。等身体彻底养好了，我打算多歇一段时间，好好陪陪你。咱们也逛逛集市，种种菜，享享清福。那医馆怎么办？咱们公社就这一个医馆，10里8田的乡亲们都认你。你要是歇了，谁来坐诊？让燕州先接手。你说啥？让燕州接手？你决定好了？有什么好决定的？他是我儿子，现在也有这身本事了，往后终究还是要他担起来的。爸妈哥，饭做好了，快出来吃饭了。快吃快吃，都是家里的东西，比医院里的顺口。静怡特意给你蒸了软和的红薯、燕粥，你爱吃的炒鸡蛋也给你多放了油。哥，多吃点，这几天在医院，你守着爸也没好好吃饭。爸，你也吃，补补身体。燕州，明天一早你跟我去趟医馆。好，爸，我跟您去。我也要去。你去干什么？跟我哥学习啊。我哥这么厉害，我不正好跟着学吗？老林大夫，你可算出院回来了。这几天我们天天念叨你，总想去医院看看你，又怕打扰你养病。你这身体恢复的咋样了？好多了，多谢老哥哥挂念，没什么大碍了，回家养着就行。我们都听说了，医院里那么多大教授都没办法，是你硬生生把你爹从鬼门关拉回来，真是虎父无犬子。张婶客气了，我只是做了儿子该做的事。爸，你看，现在全公社都知道我哥本事大了，再也没人说他是混小子了。本事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乡亲们认不认不在嘴上，在你能不能真的给人看好病。我记住了，爸。能不能守住医者的良心？这家医馆是我师父传下来的，到我手里已经40多年了。10里8乡的乡亲们，谁家有个头疼脑热、疾病重症，都往这儿跑。我这辈子大半辈子都耗在这3间屋子里了。进门左手边是诊台，对面这排药柜是当年请最好的木匠打的榫卯结构，一共120个药斗。右手边这张小床是给急症患者临时用的。里间是药库，这家医馆装的不只是草药和银针，是10里8乡乡亲们的信任，是林家传了几代的医德，往后就要交到你手里了。当初自己刚入行时，师傅也是这样，带着我认药、坐诊、讲医德。爸，您放心，我在一天，就守好这家医馆一天，绝不给林家丢脸，绝不负乡亲们的信任。老林，你可算回来了！我们一听说你今天回医馆，都赶紧过来看看你。老哥哥，老你们挂念了，还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太见外了。老林，你这身体刚好，可得好好养着，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没日没夜的坐诊出诊了。我也是这么打算的。从今天起，这家医馆暂时由燕州接手，日常坐诊出诊都由他来负责。好，这事我看行。燕州的本事，我在医院亲眼见了。没错，我亲眼见的。以后看病找林小大夫也一样。老林大夫，不是我们不信，是燕州以前太混账了，他哪会看病啊？就是，我们看病只认你老林大夫，他一个毛头小子，连医书都没翻过几天，哪能给人瞧病啊？
桂英，桂英，你醒醒，别吓我！肿瘤已经侵犯食道全层，伴随纵隔淋巴结广泛转移，现在患者连喝水都困难，完全无法进食。他的身体极度虚弱，心肺功能达不到手术指标，根本扛不住开胸手术。放化疗的副作用他也绝对耐受不了，强行上治疗，人大概率下不了手术台。除了静脉输营养液维持生命，我们没有任何有效治疗手段。按这个进展，患者最多还有1周的时间。红旗公社的电话只有医馆和邮电所各有1台，能打进来的长途电话1年也遇不到几次。闲丫头，快接一下。哥，是白教授，邮电所转的长途，专门找你的。白教授，请讲。燕州，冒昧打这个长途，是有个非常棘手的病例，想请你出手帮忙。58岁女性，患晚期食道鳞癌，肿瘤侵犯食道全层，且伴纵隔淋巴结转移。目前严重进食骨阻，全院专家连续会诊3天，患者身体状况差，无法承受开胸手术与放化疗，目前只能用营养液维持其生命，没有任何有效治疗手段。这个患者情况特殊，他帮了无数走投无路的家庭，我们实在是无计可施了，想请你来一趟帮忙看看，能不能有一线生机。白教授，我现在就动身，最晚下午赶到省城医院。太好了，燕州，谢谢你，我马上联系红旗医院，让他们立刻派专车过去接你，一路绿灯，绝对不耽误时间。哥，我跟你一起去省城，我能帮你抓药、递针、记病案，多个人多份力。好，你跟我一起去。省城情况不明，患者病情危重，已经到了窒息急救的地步，确实需要一个熟手搭把手。爸，这一趟去省城，少则3天，多则半月，医馆这边怕是还要您先来了。放心去，咱们林家行医守的从来不是这一间医馆，是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这几个字。哪里有等着救命的人，你就往哪里去，不用挂心家里，只管放开手脚去治。是嘞，周小子，放心吧，还有我呢。陈叔，婶子怎么样了？我早上听巷口的人说婶子进了急救室，我就赶紧赶过来了。婶子她到底怎么了？晚期食宫炎，呛咳窒息，正在抢救。老陈，你别慌，当年我儿子出车祸住院，我一个农村来的老头连口热饭都吃不上，要不是你和弟妹给我用了半个月的煤炉，我早就垮了。现在弟妹有事儿，我绝不可能看着。他叔，当年俺家老头子在这儿住院，俺带的干粮全冻硬了。要不是桂英妹子天天给俺热饭，给俺熬热水，俺早就熬不住了。这点钱和票你拿着，不够俺再回村里凑，就算砸锅卖铁，咱们要把桂英妹子的命救回来。陈叔，我妈当年肾病住院，我没钱吃饭，是婶子给了我半个月的馒头，让我能守着我妈。现在婶子有事，我们哥几个都来了，我们轮流在这儿守着，跑腿、缴费、守夜，什么活我们都能干。拿着，都是热的，鸡蛋票也拿着。我帮你写申请，找院方协调，你放心。白教授，怎么样了？桂英妹子怎么样了？她没事对不对？白教授，求您一定要救救她，她是我们这些外地来的病患家属的活菩萨呀！没有她的热饭棚，我们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求您想想办法。白教授，我们知道您是全国顶尖的专家，只要能救婶子，我们就砸锅卖铁，医药我们一起凑，求您千万别放弃她。白教授，我给您鞠躬了。这两口子帮了我们这些走投无路的人24年啊！您一定要救救他，我们所有人给您磕头了。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听我说，患者刚才的呛咳窒息已经控制住了，生命体征暂时稳住了，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大家先别慌。白教授，暂时稳住了就好，就好。可您一定要想想办法，一定要根治他的病啊！是啊，白教授。他一辈子都在给别人算温暖，临了，不能就这么被病拖走了。您是大专家，您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我们所有人都求您了。白教授，路上没耽误。大家放心，这位是林彦洲大夫，他是我专门请来的。我们现在去办公室详细沟通治疗方案，一定尽全力救助林桂英同志。太好了，
白教授，电话里说的太急，你再详细说一下患者现在的具体情况。患者确诊中晚期食道束癌，肿瘤侵犯食道全层，纵结淋巴结广泛转移。当前最棘手的是进食工组，连温水都咽不下，一咽就呛咳。刚才痰液堵塞气道窒息，差点没抢救过来。身体状况差，重度营养不良，心肺功能达不到手术最低指标，开胸手术大概率下不了台，放化疗副作用他也扛不住。那他现在的正气亏损是不是已经很严重了？连流质食物都进不去，后续就算用汤药、鼻温辅药的吸收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这些病理情况我基本了解了，但你在电话里反复强调，这个患者帮了无数走投无路的家庭，到底是什么情况？燕州静书，你们刚进医院的时候，应该看到医院旁巷口那个便民热饭棚了吧？6台旧煤炉，一个破帆布棚子，那就是这个患者林桂英和她丈夫陈守根守了整整24年的地方。1955年，陈守根是农机厂的锅炉技工，为了救徒弟，被高温蒸汽重伤了左手，3根手指终生残疾，落下了病根。厂里给了一笔工伤抚恤金。也是那一年，一个雪夜，一个食汞炎患者的妻子背着半袋小米在医院巷子里转了2天，没人敢借他炉子。那个年代，煤炭、粮油全凭票供应，谁家的煤票都金贵，更没人愿意沾绝症病人的晦气。是林桂英把人拉进了自家的修炉棚，用家里攒了半年留着过年的煤票，生火给他熬了粥，分文未取。3天后，患者走了，家属专程回来给夫妻俩磕了3个响头。就因为这件事，夫妻俩下定决心，用那笔工伤抚恤金换了煤票、粮油，亲手焊了6台煤炉，搭起了这个便民热饭棚。1955年，我听爸妈说过，那时候物资那么匮乏，粮票、煤票比钱还金贵。林桂英做的一手好家常菜，天天围着灶火转，不仅给人提供炉子，看到实在困难家属还主动熬粥蒸馒头，自己却常常3餐不继，给别人熬了1天热饭，自己啃着冷干粮。所以他这一身病，就是这么熬出来的。是，他守了这个热饭棚24年，陪着几百个19胰癌患者，他比谁都清楚这个病有多疼，多熬人。可到头来，自己却得了一模一样的病。他和陈守根没有孩子，这24年，他们把一切都给了那些走投无路的病患和家属。今天走廊里那些人，只是受过他们恩惠的极小的一部分。他们自己都活在泥里，却还想着给别人撑伞，这24年他们该有多难啊！白教授，病历我看完了，现在带我去见患者。他守了别人24年，这一次该换我们来守他了。桂英啊，醒醒呗，别睡了啊！你看你睡了这么久了，该醒了。巷口老李家的媳妇儿，还有当年你给熬了半个月米汤的王大娘都来看你了，都在外面守着呢，都等着你醒过来。咱们那个热饭棚，隔壁修车铺的小子帮看着呢，6台煤炉都给你烧得旺旺的，一点没凉着，就等你回去呢。你守了他24年，总不能说扔就扔了，是不是？桂英啊，我这辈子没求过你啥，就求你这一次，醒醒，好不好？你走了，我一个人守着那破棚子，还有啥意思啊？根哥，我在呢，桂英，我在呢，根哥在呢。你醒了，你可算醒了，吓死我了，你可吓死我了。根哥，我好像做了个好长的梦，梦见我们刚认识的时候，1955年厂门口你给我熬的那碗小米粥，那味道我怎么想都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没事，没事啊，桂英，你等着，我现在就去给你熬，就用咱们那口老铁锅，用你最爱的黄小米，我给你熬的烂烂的、糯糯的，肯定比当年的还好喝。你等着我，我马上就回来。麻烦你多照看2眼，我很快回来。桂英想喝粥，咱得给熬她最想喝的小米粥。可千万别糊了底，还得熬得烂烂的。桂英，你等等我，粥马上好。当年你说我熬的粥是厂里最香的，这24年，你给别人熬了上万碗粥，
自己却没好好喝过热乎的。以后我天天给你熬，你想喝稠的、稀的都行，想加红枣、南瓜也都行，只要你好好的，我给你熬一辈子，直到我走不动路，拿不动勺子。桂英，你看粥熬好了，我用咱们那口老铁锅熬的，熬了整整1个钟头，烂得很，米油都熬出来了，跟当年一个味儿，不，比当年的还好喝。怎么推不进去？没事啊，桂英，咱今天不喝了，不喝了啊！是我不好，是我熬得不够烂。等你好点了，我再给你熬，熬得更烂更软，好不好？等你好了，咱就回家，我天天给你熬，熬小米粥，熬南瓜粥，你想喝啥我就给你熬啥，给你熬一辈子，好不好？桂英，你得给我这个机会，好不好？我以林家世代行医的风雨起誓，以我毕生医术为凭，这一次，我一定要治好他的病。哥，都后半夜了，你都熬了快4个钟头了，歇会儿吧。这病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拿出方案的，你别把自己熬垮了。他的正气亏损太严重了，食灌总组又堵死了内服汤药的路，真要并用的配服，差1分1毫都可能起反效果。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必须在他身体彻底垮掉之前，拿出万全的方案。前世我经手过无数晚期食骨炎病例，可他的情况太特殊了。林大夫，林大夫在吗？3床林桂英同志病情突然恶化，窒息休克，正在抢救。白教授让我赶紧来叫您。桂英不能有事，桂英你挺住。白教授，桂英妹子怎么样了？她挺过来了，对不对？患者暂时抢救过来了，生命体征稳住了，但是食管总阻彻底加重了，加上急性吸入性肺炎引发了呼吸窘迫，他的心肺肝肾都开始出现衰竭迹象。我们用了所有能用的抢救手段，目前只能勉强维持，最多还有24小时。如果24小时之内找不到有效的治疗方案，控制住感染和总阻，那就真的……白教授，求求您再想想办法，求求您救救他，他是好人啊，他不能就这么走了呀！白教授，我们给您跪下了，这2口子帮了我们一辈子，现在他有难，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走啊！求您了，再想想办法！大家快起来，快起来！我白崇乐向大家保证，只要有1/1000的希望，我们绝对不会放弃。大家先起来，别这样。白教授，不对劲！按他之前的身体状况，就算病情会进展，也绝对不该恶化的这么快，更不该突发吸入性肺炎。到底是什么原因？那碗粥记得吗？昨天陈守根给他熬的那碗小米粥，虽然大部分都漏出来了，可还是有少量的米粒呛进了他的气道。走，去办公室，把他最新的检查报告调出来，我们重新定方案。24小时，我们必须抢在死神前面，把人拉回来。是那碗粥。是我熬的那碗粥害了桂英。陈叔，你干什么？你别这样，你这是干什么啊？老陈，你疯了！你打自己干什么？有什么事咱们慢慢说。陈师傅，您爱人醒了，刚从抢救室转到监护病房，一直迷迷糊糊的喊您的名字，您快过去看吧。老陈，听见没？桂英妹子醒了，她在等你。这就是白教授专门请来的那位，看着也就20出头，毛都没长齐吧？还带个小姑娘呢，
这是全省顶级专家的会诊室，讨论的是生死攸关的重症。他当时来逛集市的，还带个家属过来凑热闹。我还以为白教授请来了什么国手级别的老中医，结果就来了这么个毛头小子，怕不是病急乱投医了。各位安静一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林彦洲，也是我专程请来参与林桂英同志病例会诊的核心医师。这位是林大夫的妹妹林建贤，协助林大夫整理病历，配合诊疗，是整个会议室里仅次于2位牵头人的核心位置。白崇义，你跟我开什么玩笑？我们开的是晚期食癌重症专家会诊，不是乡下赤脚大夫的交流会。我看他怕是靠关系走后门来挂名镀金的。彦州是……您这话太偏颇了，您没见识过我哥的本事，凭什么断定他是来混名头的？住口！哪来的小丫头片子？这里是什么地方？不想被赶出去，就老老实实闭上嘴。张景忠，你冲一个孩子发什么火？人是我请来的，位置是我安排的，有什么不满你冲我来。林大夫兄妹俩是我专程请来的，不是来被你呵斥的。冲你来，白崇良，我就是要问问你，咱们俩认识40年，我从来没质疑过你的判断，可这次你办的叫什么事儿？全省城30多个顶尖专家，熬了无数个通宵都破不了的死局，你请个20出头的乡下小子过来，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我想救人。我想把林桂英那条已经踏进鬼门关的命拉回来。我告诉你，张景忠，林大夫的本事，我亲眼所见，亲身验证，没有半分夸大。就在前段时间，红旗市第一人民医院一位58岁的急性广泛前面心梗患者合并重度心源性休克，我们专家组用尽了所有能用的药，能做的操作全用上了，最后束手无策，给家属下了死亡通知。这个人是林大夫的亲生父亲，就是这个你口中的毛头小子，仅凭8根银针，用失传的厄马摇铃古法针灸，硬生生把人从鬼门关拉了回来。8针，只用了8针，就让患者恢复了自主呼吸和心跳，现在已经痊愈出院。编，白崇良，你接着编。急性广泛前面心梗和心源性休克，西医都束手无策的濒死局，8根银针就能拉回来，还痊愈出院。你当这是说唱戏呢？就算是国内最顶尖的国医圣手，也不敢说这话。我看你是被蒙骗了，拿这种编出来的故事骗我，骗在场的所有人。你胡说八道，我怎么可能拿这种事撒谎？行医救人从来不是论年纪、论出身，是论能不能救得了人。哼，20出头的年纪，就算是从娘胎里开始学医，能有多少临床经验？我们这些搞了一辈子肿瘤的人都束手无策，他一个毛头小子能有办法？你不是被他骗了，就是彻底魔怔了。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希望，拿患者的性命赌，你对得起你穿了一辈子的白大褂吗？看来比起我能否治疗，他们更不相信我这个人。仅仅因为年纪，就直接把我钉死在无能的标签里。别吵了，别吵了，咱们聚在这里不是为了吵架的，是为了想办法救人的呀。关于林桂英同志的情况，在座的各位还有什么可行的治疗方案，什么想法，直接说。我提一个方案，骨吸性食管支架植入，用支架把梗阻的食道撑开，先保证营养摄入，再谈后续的治疗。现在他连水都咽不下去，光靠静脉营养液根本撑不了多久，这是目前最直接的办法。不行，这个方案根本行不通。他的管体薄得像纸一样，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大出血。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手术台大关率就下不来了。更何况他现在还有急性吸入性肺炎，呼吸窘迫没解决，全麻的风险他承受不住。那局部校射放疗呢？用小剂量损伤比手术小得多，至少能先解决进食的问题，争取治疗时间。也不行，先不说他的肿瘤已经广泛转移，局部放疗根本解决不了全身的问题，单说他的身体状况根本扛不住放疗的副作用。放疗会引发食道黏膜严重损伤，他现在白细胞已经低于临界值了，放疗一旦开始，只会加速他的多器官衰竭，反而死得更快。那小剂量单药静脉化疗呢？用最低有效剂量的化疗药，尽可能降低副作用，至少能抑制肿瘤进展，搏一个生机。搏？拿什么搏？他的肝肾功能已经出现衰竭前兆了，化疗药要靠肝肾代化，肿瘤能不能抑制住不好说，他的肝肾肯定先垮了。第一针下去，人可能直接就没了，这不是搏生机，是催命。先以针灸固正气，彼使汤药健脾固本。不行，肿瘤进展太快，梗阻没解决，汤药吸收有限，单纯固本根本赶不上癌毒对正气的耗耗。那以针灸开则通咽，配合消癌汤药攻邪也不行。
他现在正气暴脱，攻邪只会伤正，人仙就扛不住了。不对，我错了，他的病根在脾肾两虚，本在正气豪杰，标在痰瘀毒户节。西医的办法全在攻标，却补不上本。我之前的推演始终在固本和攻邪之间摇摆，却忘了最核心的：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标本同调，真药并用，守正出奇。是了，我知道了，我知道怎么破这个局了。行了，都别耗着了，先休。等一下，我知道怎么救。兖州，快说说，到底是什么方案？你有什么办法，尽管说。在场的都是全省顶尖的专家，只要方案可行，所有人都能配合你。说什么说？有什么好说的？白崇利，你是不是真魔怔了？一个20出头的毛头小子，你真当他有起死回生的本事了？他能有什么靠谱的方案？不过是哗众取宠，说些不着边际的空话罢了。张教授，您这话未免太过分了。刚才在场的各位专家都畅所欲言，说了自己的想法和方案，就算方案被否决，也没人被您这样劈头盖脸的呵斥，直接堵死说话的机会。怎么到了我哥这里，他连开口说方案的资格都没有了？就因为他年纪轻，您就直接断定他是哗众取宠，连他的方案是什么都没听，凭什么就一棍子打死？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我吃这碗饭吃了40多年，见过的重症案例比你们兄妹俩见过的病人都多。哼，他一个毛头小子能有什么回天的办法？不是哗众取宠是什么？难不成他还能真的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张景忠，你给我闭嘴！你一口一个毛头小子，一口一个哗众取宠，拿年纪拿资历压人，这是你该做的吗？我们聚在这里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论资盾备。你连方案都不听，就直接把人否定，你对得起你穿的这身白大褂吗？对得起躺在监护病房里等着我们救命的患者吗？兖州，别理他。你说，你的方案到底是什么？需要什么配合？我们全场所有专家都全力支持你。我倒要看看你们说出什么花样来。我的方案核心8个字：标本同治，真药并用。我好像从前听爸说过。第一，西医配合，守住生命底线，用最低有效剂量的抗生素控制吸入性肺炎，静脉营养维持水电机制平衡，不强行干预肿瘤病变，最大程度保留患者本就亏飞的正气，给中医治疗留足空间。对，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之前完全钻进了死胡同，一门心思想着怎么消瘤，怎么通开食罐，反而忽略了患者的身体根本扛不住任何创伤性操作。第二，针灸开路，分2路同步施针，一路固本扶正，取笑双侧内关、双侧结门、双侧合沟、双侧延3里、双侧阳陵泉、双侧3阴交，搭配百关印堂2穴，用扼马摇铃古法补法，固脾睡之本，扶一身正气，先稳住患者的心率、血压、血氧等核心生命体征，把他从衰竭的边缘拉回来。那另一路呢？另一路对症治标，取泻双侧裂突、双侧齿捐、双侧孔醉、双侧丰隆、双侧照海、双侧泰丰，宣肺化痰，开舌通咽，先解决呛咳窒息、食罐梗阻的急症，打通后续的给药通道，同步配合耳穴压力、血液食道、肺、脾、神门，辅助缓解梗阻，平复气息。我哥这套配穴完全遵循中医标本控制的原则，固本治标同步进行，完美避开了之前2难的困境。各位，这套手法的效果我亲眼所见。这套手法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在不损伤患者正气的前提下，通经活络，调畅气机，哪怕是正气暴脱的濒死患者都能稳住。第三，汤药兜底，攻补兼施，以参附汤打底，健脾补肾，固本培元，辅以起邪增加减，化删结，祛瘀攻毒，全程采用细胃管鼻捂挤药，完全避开食道梗阻的呛咳风险，做到扶正不助邪，攻邪不伤正。各位专家，药方的剂量我们会根据患者的身体状况检验数值，精准还算，绝对不会加重他的肝肾负担。西医守好生命底线，中医打通治疗生路，真药并用，中西医协同治疗。各位都听到了，之前我们所有的顾虑，这套方案全给解决了。我白崇良以从医60年的声誉作保，林彦洲大夫的医术
绝对担得起这个方案。我提议，全院全力配合林大夫的治疗方案，立刻启动救助，简直是天方夜谭！几根银针、几碗汤药就能稳住晚期癌症合并多器官衰竭的患者？你这套方案虽听起来头头是道，但怎么保证针灸能稳住患者衰竭的正气，汤药能控制肿瘤进展？若施针服药后患者病情突然恶化死亡，你担得起责任吗？现在我不跟你扯什么年纪、出身，我就跟你说临床、说现实。这是我从医40多年接手的117例晚期食管素癌伴全身转移的病例，其中89例和林桂英的情况一模一样。你知道这些患者的最终结局是什么吗？最长的活了28天，最短的从会诊结束到离世不到6个小时。我们用尽了所有手段，手术、放化疗、支架、造腹，都留不住人。现在你告诉我，凭几根扎在胳膊腿上的银针，几碗灌进胃里的汤药，林彦洲，你告诉我，你凭什么？林大夫，张教授说的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现实。晚期食管尊癌的核心致死原因就是肿瘤的持续进展，你的方案根本压制不住肿瘤的生长。我的方案从不保守维持，患者正气极度亏飞，如块熬干油的灯，若添柴烧火想烧煤瘤子，只会灯灭。方子里起则糖加减，搭配针灸健心善结，是循序渐进控制肿瘤，非激励建功法，更非放弃治疗。那患者的吸入性肺炎呢？他现在已经是1型呼吸衰竭，气道里全是痰液和误吸的胃内容物，随时可能进展为 ADS。一旦血氧骤降，你的银针再快，能快过气管插管呼吸机吗？我从来没说过不用西医手段，我们要的是用最低有效剂量的抗生素控制感染，配合针灸宣肺通路，中药雾化化痰，3管齐下。至于气道梗阻，针灸列嘬、尺泽、丰隆，3分钟内就能缓解气道痉挛，改善通气。这一点，白教授亲眼见证过。林大夫，我要提醒你，你方子里的制柱子、急性子、全蝎都有明确的肝肾毒性，这些药就算经过炮制减毒，代谢产物依旧会加重肝肾负担，一旦引发急性肝肾衰竭，连透析的机会都没有。这个风险你算到了吗？还是说为了赌一个奇迹，你根本没管这些致命的副作用？附子仙针2小时去毒，搭配姜姜、炙甘草调和药性，全蝎只用1克，急性子仅用6克，肝肾损伤风险经测算不足3%，远低于你们提出的方案。更何况方子里的黄芪、打参、山棘月本身就有护肝护肾的作用，您不能只看毒性，不看配伍。这本册子里是我们林家4代行医127例烟色病的诊疗记录，其中36例晚期患者最长存活了12年，这就是我们的临床依据，不是凭空臆想，更不是赌奇迹。各位，我们今天聚在这里，不是为了争中医西医谁对谁错，是为了救林桂英的命。我问你们，你们提的手术、放化疗、支架植入、造送所有方案，患者的耐受率有多少？死亡率有多少？成功率又有多少？不说话，那我来说，所有西医方案术中死亡率超过60%，术后1年生存率不足5%，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方案本质上都是九死一生的豪赌，是拿患者仅剩的生命力去搏一个微乎其微的可能。而林彦洲的方案，这是目前唯一一套能让患者先活下来的方案。我亲眼见过他的医术，我以我多年的从医生涯担保，他的方案逻辑严谨，配位精准，绝对不是纸上谈兵。你们不敢赌的九死一生，凭什么阻止患者去选一条有更大生机的路？白崇良，你疯了！你竟然为了这么个小子，拿自己一辈子的声誉做赌注！你说他的方案能让患者活下去？好，我倒要问问你，如果治疗过程中患者出现了大出血、肝肾衰竭、心跳骤停，你担得起吗？啊？你能保证他能活过1个月，活过3个月？张教授，你错了，你从始至终盯着的都是食管里的肿瘤，是那个病灶，而我盯着的是林桂英这个人，是那个守了24年热饭棚，给上万个绝境里的家庭熬了一碗又一碗热粥的活人。在我眼里，让他活着就是最大的可能。他耗了24年，把自己的身体熬空了，你们非要在他油尽灯枯的时候动刀用药去切那个瘤子，就算瘤子切干净了，人没了，又有什么意义？你问我凭什么破这个死局，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凭我能在半小时内稳住他的血氧，缓解他的呛咳，让他脱离呼吸衰竭的风险，凭我能在24小时内让他自主咽下温水，打通给药通道，凭我能在1个月内让他的肿瘤停止进展，能正常进食流体，凭我能在3个月内让他的肿瘤缩小，脱离生命危险，走出医院，回到他守了24年的热饭棚，这就是我的屏障。
狂妄，简直是狂妄至极！晚期食拱癌全身转移，你敢说3个月让肿瘤缩小？你敢说让他走出医院？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没人敢打这个包票！我要是做不到，我从此封针，再不行医。我要是做到了，我只要求张教授和各位专家放下偏见，放下对年纪、出身的执念，记住我们做医生的初心。张教授，会诊结束了，对不对？是不是有办法了？桂英妹子她有救了，对不对？是啊，求求你们了，一定要救救桂英妹子！大家静一静，听我说。我院30多位顶尖专家连续会诊4个多小时，将能想到能试的西医治疗方案都推演了一遍，像手术、放化疗、支架置入、胃状柱等。但这些方案，要么患者身体扛不住，术中死亡率超60%，要么术后并发症会加速病情恶化。因此，所有西医常规治疗方案都被否决了。大家都别哭，方案被否决不代表没有希望。会诊结束，我们确实没有找到可行的西医方案。但林彦洲大夫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唯一有机会救回林桂英同志的治疗方案。这么年轻，看着也就20出头，白教授说的方案是他提出来的？不是吧？咱们全省的老专家都没办法，他一个年轻小伙子能有什么办法？这能靠谱吗？桂英妹子现在就剩半条命了，可经不起折腾啊！我知道大家有顾虑、有质疑，但我可以用我的从医生涯向大家担保，林大夫的医术绝对值得信任。他的方案是目前唯一一套既能规避所有致命风险，又能控制病情、留住患者性命的方案。白教授，不是我们不信您，也不是我们针对这位小大夫，只是桂英妹子现在的情况，连一口气都快喘不上了。针灸喝药真的能行吗？是啊，白教授，之前医院也说过，喝药会呛咳，会加重感染。这汤药灌进去，万一再引发窒息怎么办？我们不能拿婶子的命赌啊！这位小大夫看着年纪轻轻的，他真的能治得了这么重的病吗？陈守根同志，我是林彦洲。林桂英是你的妻子，而你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也是唯一有权替她做决定的人。所有人的想法都不重要，我现在只想问你，你愿不愿意信我一次？你愿不愿意让我试试救回你的妻子？小大夫，我知道全是我的错，是我糊涂，是我没用，就是那碗粥把他呛得喘不上气，把他从鬼门关的边缘直接推了进去，推到这步田地。我这辈子没做过亏心事，可我却害了我最爱的人。现在让我做决定，让我再选一次，可我不敢啊，我不敢了。你不要把所有的错都揽在自己身上，更不要因为一次无心之憾就否定自己，不敢再做决定。你对桂英同志的心意，比谁都真，比谁都重，这就够了。可我还是怕呀，万一我今天再选错了路，亲手断送了他最后一口气，亲手把他从我身边推开，我这辈子都没法原谅自己，我到了地下也没脸见他呀。肖大夫，我信你，我没读过书，不懂什么医理，也不知道你这套法子到底行不行，但我知道你是真心想救桂英，治，我同意治。谢谢你信我，我向你保证，也向桂英同志保证，从现在起，我会全程守在她身边，每一步治疗，每一次施针，每一碗汤药，我都会亲力亲为，拼尽全力，绝不敷衍，绝不放弃。我以我林家4代行医的声誉做导，以我自己的性命做导，一定尽我所能，把林桂英同志从鬼门关拉回来，让她好好活着，让你们能重新相守，能重新回到那个热饭婆熬一碗安稳的热粥。立刻通知监护室、中医科、药剂科、检验科的同志全部到位。按照林彦川大夫的方案，立刻准备治疗前的所有事宜，10分钟后正式启动治疗。张景忠，你带西医团队负责维持患者基础体质，配合林大夫的针灸治疗，不许有任何推诿。先固正气，再通梗阻。我施针期间密切监测心率虚氧，有任何变化立刻告知我。是。第一针，双侧内关穴。就是这个扼马摇铃，指尖轻轻捻动针身，幅度均匀，力度适中，每一个动作都沉稳有度，完全就是国手风范啊！起效了。
血氧上来了，心率也平稳了。林彦州，你果然没让人失望。没想到这针灸竟然真的能稳住体质。稳住体征只是第一步，现在开始鼻施汤药，循序渐进，慢慢打通几药通道，巩固正气。静婷，把汤药温一下，准备鼻施。继续密切监护，每10分钟记录一次生命特征。药剂科随时准备后续汤药，确保治疗连贯，不许有半点差错。好的，明白。快，立刻准备升压药，建立静脉通络。医护人员就位，准备心肺复苏，不能让他停跳。快！哥，怎么办？桂英，桂英啊，你别吓我！等等，不用抢救，我能处理。林彦州，这不是真的心跳骤停，是失真后正气出腹，气机突然逆乱导致的心率暂时性骤降，不是器质性病变。盲目用升压药电击抢救，只会耗伤他本就匮乏的正气，反而会真的断送他的身体。胡闹！监护仪都快成直线了，呼吸都停了，这不是心跳骤增是什么？你以为靠你那几根银针还能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耽误了抢救时机，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让开！我必须立刻抢救！你们不能过去。我哥说他能处理，他就一定能处理。之前患者的体征也是我哥稳住的，你们不能不信他。警钟，等等，再信他一次。他既然敢拦，就一定有把握。这是急撵快提的急救手法，这个节奏急促却丝毫不乱。小子，你最好是真的能把人救回来。哥，心率稳住了，太好了，真的太好了！厉害，太厉害了，彦州！千钧一发之际，你硬是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不可能，这怎么可能？我承认，刚才你拦着抢救没做错，但这只是急救，后续治疗药我会全程盯着。桂英，你挺住啊，我在这儿等着呢，我陪着你呢。稳住体征只是急救，林桂英尚未苏醒，后续的治疗依旧任重道远啊。静书，把温好的汤药拿来，继续鼻呼给药，剂量减半，慢慢推进。密切注意波形变化，有任何异常立刻汇报。脉象渐稳，正气出腹，但仍需温养。静璇，继续鼻输汤药，剂量恢复正常，速度放缓。喂完后轻揉患者腹部，帮助吸收。是。护士，每2分钟记录一次生命体征，重点监测心率和血氧。是。彦州，你这方案果周全，从急救到温养，步步稳妥。现在患者体征稳定，想来用不了多久就能醒过来了。体征稳定只是暂时的，他的肿瘤还在，肝肾损伤也没有缓解。现在说醒过来还为时过早，我倒是要看看你的温养方案能不能真的让他挺过去，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张教授放心，后续治疗我会兼顾肿瘤控制与脏器保护，不会让患者再陷入危险。你若有好的建议，也可以随时提出，我们以患者为重。不用，取出双侧，前底，皮入，肺入，可以进一步固护正气，健脾宣肺。是。精准的手法，是唤醒沉睡神经的秘药。哥，动了，手动了。别激动，这是正气渐复的信号，说明他的身体正在慢慢好转。再坚持一段时间，应该就能苏醒了。目前治疗进展顺利，患者体征稳定，后续由您这边密切监护。我和静雯回去调整一下汤药配方，再进行下一步治疗。好，这里交给我和警钟，我们会全程盯着，有任何情况立刻派人去叫你。太好了，胜利就在眼前，人很快就能醒过来了。根哥，根哥，
英，桂英，是你吗？我在这儿啊，根哥在，你再喊一声，再喊我一声啊！它能发生，说明正气进一步恢复，意识已经有了微弱的清醒迹象，但身体依旧虚弱，还不能完全苏醒，不能惊扰它。护士，立刻监测血压和血氧，看看有没有变动。静贤，去把温好的温水拿来，少量喂一点，缓解他的口干。林大夫，血压、血氧都稳定，没有变动。燕州，你真是创造了奇迹，能从鬼门关拉回来，还能提前恢复意识，这在医学上都是罕见的。确实超出我的预料，但我会继续盯着，一旦出现任何异常，还是要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张教授，后续治疗我们可以结合西医的优势，兼顾控流与脏器保护，只要对患者有利，我没有意见。现在最重要的是让他慢慢恢复意识，巩固正气。根哥，我想。林阿姨，别着急，慢慢来，我在，陈大叔也在，你一定能睁开眼睛的。桂英，我在，你快睁开眼睛看看我，求你了！继续密切监控，一旦他有苏醒的迹象，立刻告知我，暂时不要移动他，让他保持舒适的体位。是。燕州，你辛苦了，这里有我和警钟盯着，有情况我们再叫你。不用，我再守一会儿，他现在正是关键时期，不能有半点马虎。张教授，后续的西医监护还要麻烦你多费心，我们一起帮他尽快苏醒，彻底脱离危险。只有全力配合，才能让林桂英真正醒过来，才能真正守住这条来之不易的生命。桂英，密切监测心率，准备好应急药物，一旦数值持续变动，立刻汇报。哥，桂英，你别吓我！哥，醒了！桂英同志，你醒了，太好了，终于醒了！林阿姨，你醒了，别着急，慢慢呼吸。你现在很安全，我们都在。我是林彦州，负责你的治疗，你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水渴。阿姨，您慢点，我给你润润唇，不能多喝，等你再恢复些，再给你喝水。我在这儿啊！林阿姨，陈大叔就在外面，他一直守着你，从未离开过。根哥，桂英，我在，你能看见我对不对？燕州，你创造了医学奇迹，是你硬生生把桂英同志从鬼门关拉了回来，还给他们重逢的机会。我承认，我之前确实太过固执，低估了中医的实力，也低估了你。林桂英能醒过来是你的功劳，后续的治疗我会全力配合你，不管是中医温养还是西医控流，只要对患者有利，我都没有意见。张教授客气了，我们的目标从来都是救回林阿姨，让她能和陈大哥好好相守。继续密切监测林阿姨的生命体征，每1分钟记录一次。另外，准备少量温凉的温水，分次喂给她，缓解口干，切记不要过量。是。守根，别激动，桂英醒了，你再等等，等她状态好一些，就能让你进来见她了。桂英，我等你，我一直等你，你好好恢复，我带你回家，我们回家。今天召集大家，主要是商量林桂英同志的后续治疗方案。她虽然已经苏醒，但肿瘤未消，脏器损伤未愈，后续的治疗依旧关键。大家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出来。林大夫，后续的治疗，我想听听你的想法。中医温养方面，你有什么具体的规划？另外，她的肿瘤和肝肾损伤，咱们怎么结合西医，才能既不冲突，又能达到最好的效果？我知道你在中医方面有独到见解，还请你多说说，我和医护团队全力配合。张教授言重了，治病救人本就不分中西医，只要对患者有利，我们就可以互相配合，举招不短，温养固本，控流护色。中医方面，我会调整汤药配方，减少攻毒力度，配合针灸，巩固正气，防止病情反复。那我们呢？西医方面，我希望张教授您能牵头，重点监测他的肝肾功能、肿瘤标志物，适当用温和的药物控制肺部感染，保护脏器，避免使用刺激性强的药物，以免耗伤他的正气。好，咱们双方随时沟通，根据他的恢复情况调整治疗方案。还有一点，如果他的肿瘤出现扩散导致增大，咱们该如何应对？肿瘤的控制不能急于求成，要循序渐进，
在巩固正气的基础上慢慢调理。只要他的体质恢复，免疫力提升，就能有效抑制肿瘤进展。后续我会根据他的脉象变化调整药方，兼顾控瘤与固本。另外，阿姨刚苏醒，食欲肯定不好，后续我会根据哥的药方搭配一些温和的流食，帮助他补充营养，促进恢复，也能减轻肠胃负担。等等，大家先别走。各位专家，今天还有一件事，要当着大家的面郑重地向林彦洲大夫道歉。此前我固守西医的偏见，多次质疑林大夫的治疗方案，言语间多有冒犯，甚至在抢救的关键时期坚持要采用激进的西医手段，差点耽误了桂英同志的性命。是我太过狭隘，太过自负，低估了林大夫的医术，也低估了中医的博大兴生。在这里，我当着所有专家的面向林彦洲大夫致以最诚挚的歉意。张教授，您真的严重了。不用谦虚，你的医术当之无愧是业界标杆，我心服口服。张教授，治病救人本就是医者的本分，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中西医各有优势，之前的分歧不过是我们对治疗方案的不同见解，并无对错之分。后续我也希望能和各位专家和张教授一起继续探讨中西医协同治疗的方法，造福更多患者。林大夫年纪轻轻，医术却如此精湛，用中医针灸夹和西医监护，救回晚期重症患者，真是医学奇迹。不仅医术好，为人还如此低调谦虚，难得难得，未来可期啊！彦洲说的对，医者同心，方能救死扶伤。这次的治疗不仅救回了桂英同志，也让我们看到了中西医协同的巨大潜力。大家以后多交流、多合作，共同为医学事业助力。桂英，慢点吃，这是我亲手熬的小米粥，熬得稀烂，好消化。你多吃几口，补补身子。好吃，还是你熬的粥合胃口。林大夫，您来了，真是太谢谢你了。要是没有您，我早就不在人世了。是啊，林大夫，谢谢你，谢谢你这几个月来的悉心照料，你就是我们家的大恩人。阿姨、大叔，不用这么客气，治病救人是我作为大夫的初心和本分。看到阿姨能顺利康复，能和大叔好好相守，我比谁都高兴。只要你们好好调理，按时服药复查，阿姨很快就能痊愈，就能一起回家了。林大夫，大恩不言谢，我给你磕头了。大叔、阿姨，万万不可，你们这样就是折煞我了。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能看到你们平安团圆，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阿姨身子还弱，不能下床，大叔也快起来。3个月前，我躺在重症监护室里，连呼吸都觉得费力，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根哥，再也回不到。桂英同志，复查结果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肿瘤缩小了60%，肝颈功能也基本恢复。出院后按时吃药，每月来复查一次，就能和正常人一样过日子了。这里面是1个月的药，林大夫把详细的服药说明、熬药的火候时间都写清楚了，千万别弄错。谢谢张教授，谢谢白教授，你们的大恩我们夫妻记一辈子，以后一定遵医嘱，绝不敢马虎。白教授，要是没有你们，没有林大夫，我早就不在了。等我们回到周棚，一定给你们熬最好喝的粥，等着你们来尝。好。阿姨，这是我和我哥晒的，平时泡水喝，能补气血，记得按时喝。静贤，谢谢你，这段时间辛苦你了，替我们谢谢林大夫。等他下次来省城，你们都来家里尝尝我的手艺。没变，什么都没变。桂英啊，你可算回来了！这3个月，我们天天来周棚门口看看，就盼着你能平安回来。手根叔、桂英姐，我们已经帮你们把周棚打扫干净了。等你身子好点，咱们的热粥棚就重新开起来。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还记着我们。我回来了，等我好点就给大家熬热粥，肯定还是以前的味道。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在坚持，还有这么多人记着我，等着我。这份温暖比任何药都管用，这才是活着的意义啊！治病救人，从来不是单一的医术比拼，而是中西医取长补短、同心协力的过程。希望这份心得能帮到更多医护人员，能让更多患者摆脱病痛。哥，你写了一上午了，休息会儿吧。咱们什么时候回红旗宫村？快好了，这份心得要交给白教授。
这是我们这段时间的收获，也是对患者的负责。收拾一下，我们现在就去辞行。白教授，这是我这段时间治疗桂英同志的心得，里面记录了针灸与协同治疗重症患者的一些经验和感悟，希望能为后续的治疗提供一些参考。燕州，你有心了，这份心得非常珍贵，不仅记录了治疗细节，更体现了中西医协同的精髓，一定会帮到很多人。白教授，您客气了。对了，我和静熙也打算今天就回公社了，这段时间感谢您的照顾，还有张教授。我就猜到了你不会一直留在这儿，我已经安排好了车送你们回红旗公社，路途遥远，路上注意安全。回去以后有任何医术上的疑问，随时联系我，有空也常回省城交流。多谢的白教授，那咱们就此别造。省城的这段经历是历练，也是成长。不管在哪里，医者的初心都不会变。回到红旗公社，继续守护一方乡亲的健康，才是我该做的事。